赖清德元旦也谈话了啊，其实大概各国领袖都要谈话元旦了哈。台湾没有时间等待，也没有时间内耗，而且它有4大目标要来应对中国的扩张。第一个呢，要安全坚韧的台湾；第二个，智慧就是 AI；第三个，均衡发展啊，不能够这个城市乡村不均衡。然后呢，要促进民主团结的台湾啊。另外呢，国家发展不应该是筹码，国民生活不能够耽误。那今天是没有总预算的第一天，其实过去也经常在说没有总预算，陈水扁执政的时候也有没有总预算，不是都没有啊，都有过了哈。那另外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把这个总预算看这么严重哈。那在野党这个他说总预算没审，在野党提的法案都违宪很多，所以呢说要以国家利益为优先，就你们这些在野党没有以国家利益为优先啊。另外呢，中国军演是针对台湾新的这个战力要买111亿武器美金的，凸显国防预算是有必要。你看，果然有必要，可是他说针对我们要打了啊。那另外呢，中国是有军事野心的，台湾是没有时间内耗的，所以你们蓝白要注意啊。那另外呢，这个他对中国喊话，是要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是以前国民党常讲的，要对等尊严的交流，我愿意交流啊，对等尊严啊啊。那另外呢，这个陈水扁就是国青当年反军购，说呢今天不买，明天买不到哦。那另外呢，这个李彦秀说呢，行政院应该回到依法行政跟善意对话哦。说呢，你这个编的什么这个军人加薪预算，你都不编啊，等等，光叫我们遵守行吗？那你有遵守吗？我们看一下。国家权益和国家发展不应该是筹码，国家是大家的。财政收支划分法所衍生的争议，朝野应该再透过通盘检讨及讨论。不只是总预算元旦谈话以韧性之岛，希望之光为题，总有谈到共军刚结束的对台军演国防预算有其必要。面对中国严峻的军事野心，台湾没有时间等待，更没有时间内耗。因为已遭在野5度封杀，忧心国际误解台湾。当国际社会同声谴责中国的粗暴的时候，那么在野党仍然替中国找借口。从内政到两岸议题，锁定在野喊话总统，才能搭起沟通桥梁。杨文慧。我觉得总统其实他真的是忘记了，就是我觉得他这个过程当中，你看他所有的谈话，他真的对我来说，我觉得他就是因果错置。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我觉得赖总统都已经傻分不清楚这样子。我觉得从他上任以来这个大家讲到快要烂掉，今年度为什么会一整个很动荡？因为后来柯建铭就直接也承认了嘛，这个大罢免这件事情从头到尾你都非常的清楚啊，可是一开始你们都推给民团啊，然后搞了今年整个乌烟瘴气。如果你去看一些大家讲说最能够代表2025的一个字，可能很多字都是一个乱字。就是一个乱字，因为对很多的民众来说，我选了一个总统，我很常听到乡亲讲，我选一个总统，伊是应该来给大家服务的，那干嘛大家都会补这政敌啊，补这罢免这样子啊，以为罢免失败之后，以为这个总统会收敛，结果没有他过了1个礼拜之后，整个又继续这样整个混乱起来。所以我要回来讲，为什么讲说他这个因果错置比如说财划法好了，他自己做台南市长的时候，他也希望修财划法啊。那这个蓝白联手把这个财划法修了之后，其实去年底通过的那一版财划法是让6都跟其他县市是在整个财务上面比较平衡的。对我们地方来说，它本来我们觉得已经可以更朝向这个地方自主、财务自主的方向来走，结果呢，这一个总统跟这一个行政院长，他们可以联手把该公告的法律，立法院通过的法，他该公告他不给他公告，然后他用一个不附属就要来做相关的一个处理。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总统真的不要以为就是民众全部都通通都看不懂另外就是总预算的部分，为什么到现在没有开始进行相关的审查？我想今天洪卫在这边应该更清楚那个过程，从头到尾都告诉你很清楚，为什么会在程序委员会，那不叫做卡住，而是因为你没有依法行政。立法院通过的该帮军人加薪相关的这些依法通过应该要编的，你通通都没有编，你送一个没有依法行政来的一个总预算，然后你要叫
蓝白买单，我觉得这完全不可能嘛。另外再回来讲那个1.25兆的这个军购也是一样啊，这个军购案它是一个特别条例，它是法律案，它不是一个预算案，你就用2张 A4 的纸就想要蓝白的这个立委，就是帮你框列一笔钱，然后你里面要买什么都不告诉大家，所以我觉得。蓝白的立委只是做好一个民意代表该做的事，帮这个民众监督这个人民的每一块钱。所以我觉得总统你真的要搞清楚，你现在因跟果不要把它颠倒过来看。好，第一个就是去年底通过的财政收支划分法的修改其实后面出现很多问题，包含离岛的这个部分该分配的300多亿没办法分配出去，证明了一个在仓促修法之下的这个法案其实是造成很多后遗症。所以其实我也认为说，在行政院他们在处理所谓的附属啦、不附属啦，还有附议不附议等等之类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东西是没办法让民众了解那个理由的但我必须还是要讲，这整个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包含说蓝白提出来很多法案，当然认为是要福国利民，可是在里面是不是真正的核线，包含说它是法律案还是预算案，是不是有增加预算的问题去违宪的这种状况，我觉得都还是要去说清楚、讲明白的，尤其是像。在这个所谓的军人加薪案里面，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加薪案的处理方式是一个非常粗糙处理方式，就是他很齐头式的直接去加3万块钱这种方式。我认为在先进国家里面，这么多的西方国家的先进军队，他们处理所谓的军人待遇、军人保障、加薪这件事情，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更细腻的做法，而不是直接给予金钱的待遇。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国防部也应该提出一个对案来做处理，而不是说直接就让蓝白提出一个方案来这边做一个等于是政治上的对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可惜的一个点，就是大家都认同国防的预算增加，也要增加在人事的这个成本上，提升战力。要靠人，不是只有靠武器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现在只有1跟0，就是只有通过3万块的版本，或是没有。我觉得这个做法完全是不对的所以我是认为，在接下来这个期间，1月1号已经新的年度开始了，立法院还在开会，总预算的问题，其实我必须讲，在我们地方议会来讲，我们压力也很大，因为中央政府的钱不知道怎么编出来的话，我们地方政府，包含新北市政府60%的预算来自中央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审什么预算。我们这为什么预算还审不完的原因，就是因为其实中央审不出一个结果来的时候，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全部都是空的，都是假的。我是认为这个事情要赶快停下来，真正的包含，假如说叶秀委员他认为说我们现在是一个对话的机会的话，那我觉得最好就现在就要开始。蓝娟。这个今年是新年第一天，所以我要称赞一下唐湘龙。我觉得他刚才讲的还蛮好的。唐湘龙今天突然觉得什么，大家都在称赞你的。他们两个平常都不会称赞我对，因为他讲了一个，我觉得他在讲说呢，这个我们用心理战想要试图去这个战胜对岸的物理战我觉得现在可能这个心理战不只是想要战胜对方的物理战，他甚至呢类似呢想要用这个心理战呢对台湾内部心战喊话，要克服去战胜这个所谓的在野的一些批评跟监督了因为你去看这个确实全世界各个国家在今天国家元首都会讲话都是元旦的最新谈话。那他讲的是一个国家的未来，但你去听这个赖清德的国家未来，他不断的去讲到说呢，这个要对内什么民主团结啦，要均衡发展啦，这个是当然重中之重。但是呢，你看均衡发展，我简单讲，均衡发展我们的半导体，我们现在半导体一枝独秀，好到不能再好。去年好1整年，那明年的话可能会再好，所以我们可以好10年的光景。但问题未来的传统产业呢，传统的制造业呢？那现在倒得一塌糊涂，甚至呢，在整个的这个川普的关税战底下，真的是无限价啦，可能是在破产边缘。那你做了什么东西呢？哪里是均衡发展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民主团结。你有在团结吗？所以回过头来讲，到现在为止，他在批评，他实际上这个批评事实上已经连续好几天，一步一步的都在谈这件事情。前2天他不是在台中的一个信赖之友的这个会议上面讲话，他怎么讲的？他讲了这个中共的军事演习，他说中国已经打算准备出手了，所以我们只要县市长选举打赢，我们就可以抵抗中国。你觉得他这个讲的话，你可以，你这是在什么跟什么东西？你这不是阿 Q 胜利法吗？你这不是用所谓的心理战去打这个物理战吗？就是我们现在如果面对外在的危机或者内部朝野之间的危机，你是用县市长选举胜利，因此就可以抵抗中国，因此就可以民主团结台湾，是这个意思吗？所以他念兹在兹的，还是在今年的2026年的选举。那所以其实他所有的操作，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军事演习，对台湾来说不是儿戏啊。但是为什么管碧玲会有那种态度？他实际上他就是不演了嘛。
他就有点像国王的新衣。我告诉你，民进党根本不在乎，他就把它当做演戏，当做一个政治筹码，当做一个政治利益的收割的时间点，拿这个转换为今年选举当中的操作点，不是这个样子吗？所以当今天元旦新年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本来希望很心平气和的，就要迎接一些美好的、和平的未来，把所有不好的放在2025年，但是这个样子吗？我们的总统真的有打算把过去不好的都放在2025年吗？他依旧的针对的在野党，所有这些好像都是在野党的错。你有没有曾经回过头来想一想，过程中那么多，从去年的大罢免到现在，我觉得有一点最夸张、最不符合所谓的民主团结的概念，就是说，我们的选举明明在上一次选过了，所以才是朝小野大，朝小野大是结局，是大家用民意的结果告诉你，我们对于你的执政不信任，因此我们需要再也更多去监督你。他不接受啊，好，不接受，来个大罢免，大罢免新的民意了吧？还不接受，31比0，他还是觉得不接受，这不叫做最新民意，还要再硬搞一次，搞到今年的2026年县市长选举的胜利才叫做最新的民意。你这个有道理吗？这个民主政治有道理吗？你这个总统到底你心里头在想的，除了先战喊话，你说国家发展不是筹码，那请问国家安全是筹码吗？国家安全可以被你当筹码，拿外部的威胁当做筹码来让你去收割国内的政治利益吗？那问题是我们刚刚讲到了均衡发展这个问题，大家希望今年民生乐利。风灾、地震不断等等，那所以这些事情都是有待你用更多的政绩去面对的嘛。所以我觉得对赖清德来说，今年的这个元旦的演说，我真的觉得完完全全不及格。他谈的话完完全没有办法让大家去相信，新的这一年，在我们的国家的这个领导人的领导底下，我们的朝野是不是可以真的有所谓的团结的一天？不，基本上了，其实整个症结啊，比如我刚刚有讲说，今年这个美国要期中选举嘛。参众两院只要一个院他输了，共和党输了，川普就跛脚了。大家都看到为什么？国会嘛。那同样在外国来看，赖清德就是跛脚嘛，因为你立法院你其实不够嘛，这是一个政治现实。那你搞政治，你就要承认这个政治现实嘛。那你现在的立法院只有40%，那个蓝白加起来超过一半，你不服气？那蓝白服气你当总统吗？你也不过拿了40%票哎。柯文哲加上侯友宜的票是远远大过你的，他拿了60%票，那也只有认啦。你40%票就在这个制度下你就当选了嘛。如果现在有2轮选举，像欧洲那样的话，搞不好你就落选了。那蓝白也承认你是总统，也没有说你不是总统。那你为什么不承认立法院蓝白在野党占多数呢？那就要妥协嘛，大家要互相来容忍嘛。你要让一让，你通通不让，所以才造成这样的僵局嘛。今天僵局怎么造成的？不就是你制造的僵局变成这样子，你不肯妥协，不肯谈，不肯大家互让一步，才变成这个结果嘛。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很好了，你只看到别人眼睛里的刺，没有看到自己眼睛里面的梁木。一个刺你在那边挑剔，你自己那个眼睛都是那么大的木头，你看不到。现在情况就是这样。徐校长回来。好，那么说这个赖清德了，说你们蓝白弹劾我，你们立法院你们只能提案呐、弹劾我要2/3，你根本不够嘛，你不浪费时间，你该办正事了嘛，你们干嘛？哦，那赖清德说我不贪不取啊，我也没有任何违法，你们弹劾我干什么？对不对？干嘛弹劾我？而且也弹劾不了哦，所以呢，你们蓝白就变本加厉要推那些违宪的法案，什么加薪啊什么之类一大堆，所以你们无限扩权，最后呢？你们以为整到我吗？就整到的是国家啊，国家被你们害了，哦，所以呢，我在合宪下面立法院弹劾他也知道弹劾不成，但至少可以叫他来立法院报告。他说在合宪下，我可以去报国情报告啊，什么合宪呢？就我不肯给你们一问一答了。不过现在立法院好像也没有说要一问一答，也可以多问多答嘛。就是我五哥，像以前李登辉到国民大会，五哥讲完你答，你可以答可以不答了。说实话，所以呢也不能把你怎样。那黄国昌就说：“你先为浪费时间大罢免道歉，你大罢免大失败、大荒唐、大浪费，你先道歉这个、啊，对吧？你说我们罢免，我们要弹劾你不对，那你罢免我们对吗？就一个都没罢成哦。那所以呢，民众党就说你现在会的只是不附属啊、复议啊、释宪的，你这是做正事吗？说我们不做正事，你每天做的正事吗？我们看一下， 2025的僵局
不会延续到2026。迎接2026的第一天，总统赖清德新年的新希望，把目标放在朝小野大的僵局上。身为总统，我会积极行动，促成朝野合作。宪判字第9号所揭示的合宪方式下，赴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向在野党递出橄榄枝的同时，却不满被提出弹劾案。去年上任到现在，我不贪不取，没有任何的违法。这个时候对总统提出弹劾，目的何在？至少吧，正事也应该要做。明知道你没有2/3的多数，你还要提案，浪费时间，不把立法院宝贵的时间拿来审查中央政府总预算。洪伟，哎，我跟你讲，我觉得他在讲那个弹劾，说什么我们是浪费时间呢、就如同黄国昌说的，难道你那个做大罢免不是浪费时间吗？不但浪费时间，你想想看，浪费多少国家的资源啊！然后真的造成社会的整个的对立，最后32-0啊！那你说啊，我不贪不取啊，你们弹劾我干什么？那我也是被罢免的。我们有32个，包含高虹安啊，我们这31位委员，我们请问哪一个委员又贪又取？那你还不是一样在罢免我们，而且是全面性、无差别式的。其实最后是31个立法委员，他其实之前是全面性的罢免，只是有的不成立而已、没有过了。对，所以他那个是无差别式的攻击，管你有没有贪、有没有去，你做得好、做得不好，今天只是因为你是在野党而已。那你今天全世界的民主国家，古今中外民主国家，有哪一个用这样无差别式的去罢免在野党立委、在野党国会议员？啊，就是你赖清德一个人啊，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可不可以说明一下？照理说哦，今天是元旦，那本来总统也应该要有一些包含你过去这一整年总结一整年哦，你做了些什么？那你未来的期待是什么？那在之前媒体就跟我预约啊，说啊今天要访问我，我说哎，其实我跟你讲，基本上他一定再继续骂在野党啦。果不其然，他完全没有让你意外，也没有让你这个就是完全符合你的期待，就是继续骂在野党。大家想想看，从12月啊。开始，他也有接受媒体的采访，好，他也有自己录影，好，他有自己录影，好，也有这个发表谈话，每一次都痛骂在野党，所以你会觉得说，现在其实我知道很多的民众对于我们现在朝野这么对立，好，这样的一个政局这么僵啊。那很多人很担心，说这样子的话，这个国家要空转到成什么样子，要对立成什么样子啊？那今天早上哈，这个那个郑丽文哈，他去参加了这个升旗典礼。那其实参加升旗典礼，老实说啊，对政治人物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可是我必须讲，郑丽文他有没有压力？也一定有嘛，也有一些比较。这个深蓝的支持者觉得有什么好去参加升旗典礼啊？我们自己在党部升旗就好了，干嘛要去参加他的升旗典礼？但是也希望能够大家尽一点点的力量去化解这个僵局。但是到目前为止，你觉得现在的赖清德有想要化解僵局没有啊？他一直在讲这个事情，比如他讲说，一直在讲中央政府总预算啊，他还讲说啊，今天就是第一天没有中央政府总预算没有通过。你当过立法委员是不是？你不是当过立法委员吗？有，经常就是第一天就是没有总预算，你要拿这个来说一下，来骂一下。那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我们要审中央政府总预算没有问题，只有一个原则，就是法定预算你要编列，只要是法定预算你要编列。那我们在立法院通过，我们在讲说，包含警察的人事条例就是这个有关于。退休警消的所得替代率的问题，还有一个军人待遇条例，这两个条例，军人待遇条例就是为现役军人加薪啊，这个是法定预算。那你不是本来说啊什么还不附属？这两个条例，第一个行政院长有没有附属？附属了。第二个总统府有没有公告实？总统府也公告实施了。啊，通通都做了。那请问你到底有什么理由说今天我就不要编这笔预算？然后现在又搞，就是说然后去支持那个宪法法庭，大家都已经讲宪法法庭5个人，你根本就是违法嘛！你按照新的宪诉法，10个人你才能开会啊，你违法哈！你说他违宪，好，我就给你退1万步、2万步，我一直退就算旧的原有的宪诉法，你也要6个啊！
啊，你5大于6吗？你也是违法的。结果你今天在他谈话里面全力的在背书这个违法的宪法法庭。那你按照你这样讲话，以后什么立法院通过什么，我就拿到宪法法庭，他都可以为你违法开会喽。那今天来讲说，明天因为明天宪法法庭要开会了，有人说连这个今年度的预算他都拿来释宪了。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请问一下，立法院它的功能是什么？宪法法庭取代了这个立法院吗？所以就说，你今天在朝小也大，也就是说，面对国会，你不是多数的席次，在国际上比比皆是，所在多有。大家要做的，比如有人要做联合政府，好，有人要去做什么样的协调，有人是去联合什么样的政党，哈，比较相近的啊，左派右派，我们比较相近的政党，我们大家一起来做合作。他没有哦，他没有合作哦。民众党不合作，国民党那更不要说了，他做的事情呢，竟然是追杀嘛！我刚刚讲一个大罢免，然后接下来就用他那个违法的宪法法庭来对付立法院。请问这样子如何去化解现在的僵局呢？就是说，因为这个立法院这个朝小也大，大于民进党的席次，他想搞个宪法法院来制衡立法院，这实在是。不过我今天还是惊讶了哈，就是说郑丽文主席哈，今天愿意到总统府参加升旗典礼，这很大的善意。哦，以前的话是国民党自己办。对啊，在中央党部里面，基本根本不参加你这个民进党的这个，因为你觉得你是假的，你根本是假，你不管真假，他至少办了一个升旗典礼嘛。那郑丽文去，而且事先就讲说这是一个和解，表示一个这个和解的态度。那你那个主场是你赖清德主场，在总统府那边嘛，你要跟他握个手吧？对啊，就居然说我手都没有握，哦，然后呢，好像这相敬如宾哦，宾，他跟韩国瑜握了个手，因为立法院长跟郑丽文那两党的主席啊，这个在最大在野党，你好歹再怎么样走过去，谢谢你来，欢迎你来，这都没有啊，这是个做人最基本的道理，这我蛮惊讶的。休息下再回来。好，赖清德因为现在用宪法法庭来制衡立法院，所以他现在感谢宪法法庭，你们真的有道德勇气哦，你们蓝白都没有道德勇气，我们想靠宪法法庭5个人来制衡你们哦。赖清德对朝野喊话，说希望能够打破僵局，希望能够开创新局哦。那另外呢，还是不忘提总预算哦。那卓荣泰也说，希望新的一年看见行政立法合作，合作就是你们把总预算给我通过啊、哦。那另外呢？到底因为蓝白是停砍了公教年金法，不要停砍10年，他们第6年停砍了，说不要再砍啦啊。那行政院要释宪，而且要求暂时处分，就不能够执行，不能现在给这个军公教停砍。他说这侵害了行政权啊。那另外呢，结果他说看看释宪的结果嘛，看大法官怎么讲啊。哦，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哦，那现在呢，包括军人待遇条例、警察人事条例。公教人员退休相关法律，然后都是呢看大法官怎么讲，看宪法法庭怎么讲哦。另外呢，他希望有4个愿望：第一个呢，总预算通过，赶快复委；第二个呢，韧性不对称战力，赶快通过；第3个呢，财政收支划分法的行政院版，赶快复委审议，赶快通过。另外呢，中选会新的人事案，赶快同意啊、哦。这4个是他的要求哦，他的期待。那另外呢，宪法法庭现在1月2号要出炉了，哦，那到底出炉是什么？哦，所以大家在好奇，是不是为了总预算？哦，为了总预算来解套？哦，1月2号明天就要出炉了。哦，照理讲，按照宪法诉讼法是不能够这个释宪的，他这样管你的，5个人给你释哦。那所以礼拜5明天就有新的判决，黄国昌就说这是违宪的，你不具任何法律效力，你的判决跟废纸一样，根本不理你啊。哦，所以呢，现在联合报的这个评论就是少数总统操纵行政院，然后跟大法官一起斗国会，台湾就是空转嘛，还要空转多久？我们看一下。过去1年，许多胡国立民的法案因为政治悲歌被严重延宕，更有许多有违宪之余的法案被强行通过。宪法着重权力分立，相互制衡。宪法也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倘若宪政体制不被遵守，单一权力无限扩张，受苦的都是人民，被毁弃的则是国家。
我要感谢宪法法庭秉持专业与道德勇气，做出符合宪法和人民期待的决定，让宪法法庭恢复运作，保障人民权益。秉友，我觉得有点可惜，那个左院长的4个愿望里面，其实应该我觉得还补一个啦。就是宪法的法庭应该大法官重新提名，然后获得这个朝野的同意的，重新组成一个真正的大法官的会议，我觉得比较重要。但明天这个会议，这大法官判决其实应该是旧案啦，不会是针对现在所有的这种纷纷扰扰。因为从2022年开始这个宪法诉讼之后，总共收了8000案。大家为什么这么关注所谓的宪法法庭？原因是因为很多除了现在三权分立中间各种对抗、政治对抗的议题之外，很多是民间针对我们各式各样法律案件，他到最后不得已3审之后，他还是去宪法法庭做宪法诉讼的这个需求，其实在里面，包含在过去一段时间过程当中去讨论为什么朝野没办法去共同推出大法官这个困难。其实不是单纯的政治问题，而是已经影响到一般民间的这种所谓的民生的问题了哈。所以我觉得明天的提出来的判决是什么，我觉得还是要给大法官一些尊重跟信心。当然，我们还是希望就是说，真正大法官的会议还是要透过立法院同意的人选来一起构成。不然现在一个情况就是，当初通过宪法诉讼法之后，我们有3个大法官1个月领30万，现在他完全不想上班。他说，因为现在按照他的宪法诉讼法，他是不应该去做出判决。我可以尊重这样的说法，但是因为作为大法官，他如果因为不去参与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他完全就是抵制的这个情形。我觉得对一般老百姓来讲，他也很难接受，就是说你1个月领30万，为什么可以不用上班？你起码做出一个表态是什么？那当然他们有做出对应的这个做法，但是现在瘫痪按照这个宪法诉讼法瘫痪无法实施的宪法法庭，事实上是对整个国家伤害是很大的。所以我还认为说，左院长可以再补一下一个新年愿望了哈，赶快把这个新的大法官人选再送到立法院去。这个才是正办但是问题是上次为什么提名的7个都被否决呢？因为我们是法律规定15个大法官，现在有8个那要新聘7个。其实你新聘的7个都让国民党跟民进党这个推荐都没问题，因为原来8个就是你的嘛，就是他7个也赢不了你了更何况你可以协商嘛，就你不是你全部1个都不协商，1个都不让，通通是你的，当然立法院把你否决掉嘛。今天我们回过头讲，如果今天民进党在立法院占多数，你会通过那7个吗？假如是蓝娟推荐的，你会都是他自己的人，你会通过？不会嘛？所以你将心比心嘛。所以正办就是把大法官补足是对的，但是怎么样提名哪些人，这还是要协商嘛。你就是不协商，就是不肯协商，有这样的个性，真的是奇了怪了。来，管会。所以就是像赵大哥讲的啦，就是说，其实当然大家都知道，其实最好的方式呢，就是把这个大法官、这个宪法法庭该有的人数把它补齐。那现在因为朝野这样的一个对立，然后互相的这个不信任，所以呢，我觉得我最近常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如果是女儿在选男朋友你常常会告诉她说你要看他为你做了什么，而不是看他嘴巴说的有多爱你。现在赖总统就是这样的状况了。他昨天还讲，今天还讲，会积极行动促成朝野合作。刚刚也讲，他也常讲要团结啊。可是他所有做的事情，就让大家看不出来嘛。所以如果你真的是希望可以朝野有机会合作，我真的是觉得从这一次的这个宪法法庭的这个大法官的相关的一个人数，你可以采取跟中选会一样啊，你可以让大家各党都来推荐优秀的一个人选嘛，那大家就用一个正常的程序，在这件事情上面，让他可以依法来行政。我觉得就是刚才讲到说，这个去提名大法官是个正办，没错了啊，这个也可能是2026年我们最希望的一个真正的愿望啊。但是我觉得过程当中的话呢，你说在没有提名之前，那大法官会议是不是可以去召开？我还是觉得这个话必须要讲清楚啊，我觉得不能够混淆是非啊。刚刚这个秉佑议员讲到的，就是说现在是领了30万月薪，那怎么可以这个不去工作呢？不去开会呢？不去这个审相关的这个法案呢？那么多的一些民间的这个相关的事件，那不都搁在那边了吗？但问题不在大法官啊！你不是说那3位不赞成、不去出席的人，就是因为他们的就是他们必须要承担起所有的责任。那重点在于因为你赖清德不提名大法官嘛，因为你当初提名的你自己还去否决了这个刘静怡大法官，不是吗？只是因为他没有去真正的尊重民进党，他批评了民进党，所以呢，这个柯建铭就带头说要去否决这个刘静怡，不是这个样子吗？所以我的意思说，这个很摆明了，过去的大法官之所以被
被封杀，是因为你完完全全是因为政治的理由去作祟。那所以现在的话呢，这些大法官他不工作的原因是在于，因为你没有让大法官可以合法的去组成嘛。那没有合法去组成的责任在谁身上？在赖清德的身上啊，怎么会是这些大法官不出席怪他呢？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必须要讲清楚。何况你去看现在国际之间，尹锡悦。他要不是因为大法官最后宪法法庭坚持进行了相关的弹劾，其实对于这个他最后这个最高法院还判了他的起诉，等于是起诉了尹锡悦他的内乱罪。所以我就说，对于韩国来说，他的政治动荡、司法站在了政治正义的最后一条线。你说川普不也是吗？他那么多关税的问题，到最终现在还是必须要进到他们的宪法法庭去看看他这个过去对于全世界搞得天翻地覆的关税，是不是有真的合法的是属于总统的职权？那对台湾来说呢？你不能说大家好歹最后一条线都被你颠覆了哦，他这个违法去开会，你说这个是道德勇气？这是什么跟什么呢？香龙，你听到赖清德的今天的讲话之后，你就应该更确定，台湾一定要反赖、反战、反贪，这三个都必须要成功，台湾呢才有续命的机会。再讲到总预算重不重要？总预算当然重要啊，这个是你国家的财政安排。但是有比美国更重要嘛？美国呢动不动呢政府关门30-40天，台湾一天都没有关了，没有任何人领不到薪水，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机关因此关门的。不要装，就是不要找没话找话讲。第二个就是说宪法法庭，今天我们的大法官，他们呢不提没关系。我们都知道岳飞的背后刺的精忠报国，我们每个大法官背后都有刺字，你知道吗？每个都要刺抗中保台，没有这4个字，你当不上大法官的。他没有上来你就知道他要干嘛了，你何必给他这样的机会呢？你知道在国际上面。海牙的刑事法院少一个法官就不能开庭了。你知不知道我们参加的 WTO 世界贸易组织的仲裁庭，法官3个少一个就不能开庭。我们已经少7个，甚至于呢少10个都能开。他都还可以做决定，他都还认为他是合宪的，这么烂的大法官，基本上都已经是国贼了。还有他大法官，我说他连大法师都不算，已经是国贼级的。这个时候还提干嘛呢？你再提上来的也都是这样的货。当然你会说那个呢，我们标准门槛这么高呢，要15个里面呢要9个才能够通过。我再举个例子，你有没有看到这2天的公共电视的董事会？公视的董事会里面呢，连施正荣这些都被杠掉。基本上面呢，现在的公视的董事会没有办法运作了。为什么？你也可以骂他，你说那因为的门槛太高了，门槛呢要3/4同意才能够通过，3/4是谁定？这不是当年民进党坚持的吗？民进党在野的时候呢，就喜欢用高门槛。我即使是很少数的时候呢，我都可以卡死你。我1/4就卡死你了，我只要1/4我就过了。好啊，今天当你执政的时候，你过不去的时候，你骂谁呢？今天的大法官呢，也是一模一样的情况。赖清德呢，其实应该认真想想，我们的卫福部刚公布的，但是呢，大家都没太注意，去年。2024年，台湾的自杀人数第一次突破4000人，台湾人口越来越少，自杀的人数越来越多。去年是台湾有史以来第一次1年之内自杀死亡成功的人数超过4000人，已经到4600人。你认为那个是偶然吗？比2015年马英九要交账的时候呢，增加了3倍呀！这是什么样的数字？这才是你总统应该真的关。总统有些事情你真的不用讲话，但是有一些你该负责、该讲话的，比如说自杀率，你告诉我经济成长率7.37%，你告诉我呢，我们的人均所得呢3万5，超过日本、韩国，这些呢照数字的表面我都知道。那你告诉我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活不下去？这个是我在乎的。我如果市井小民都在乎，你总统更应该在乎这些啊。刚刚讲了半天呢，都在告诉我们赶快通过呢总预算，赶快呢买武器，然后呢告诉你就是如果不买呢，今天不买呢，明天就买不到。谁告诉你买不到？我们在讲的防卫韧性4个字呢，在台湾的当下的防卫需求是个笑话。什么叫防卫韧性？就是你的武器呢比对手便宜，你的武器呢比对手多，你的武器比对手准，你必须具备这3个条件呢，你才叫做防卫韧性。可是就像我们刚刚在讲的海马斯跟他这次演习所使用的远程火箭炮，它的远程火箭炮的成本呢，
是你的1/3，它的呢精准度呢跟它的覆盖的火力呢是你的2倍。换句话说，今天呢在讲防卫韧性呢是大陆啊，大陆的武器呢比你便宜的多，比你精准的多，火力比你强的多。你在跟他讲防卫韧性，你讲给谁听呢？不要每天呢都只是呢讲外行话，眼前你应该要认识的是台湾老百姓的痛苦感，是你该负责的。他的防卫韧性不是这个解释了。他防卫韧性是说，他打上来以后呢，我们看怎么打游击战，躲到山里能够拖多久算多久，这叫做韧性。休息一下，不是要打胜仗，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黄国昌，因为国民党主席今天到总统府前面，那民主党主席去哪里？到新北。哦，黄国昌在这里。看没？然后呢，刘和然、侯友宜中间夹个叶元之啊，所以呢，他没有到总统府前面，但是到新北，因为新北啊，这个地方政府也在办升旗典礼了哈。那另外呢，这个说虽然黄国昌参加了，但是说侯友宜跟刘和然他们互动不是那么多了啊。那另外呢，这个郑丽文曾经说，新北大概不至于走到要初选。那是不是那不出选了怎么办呢？是不是就表示要征召李四川呢？哦，那国民党立刻有讲说，我们还是要按照制度，还是要按照制度了哈。那黄国昌说，2026蓝白合的进度呢，他说人选都还没谈呢，希望1月底完成共同政见。哦，就算是不管怎么样，至少蓝白有个共同政见嘛哈。那另外黄国昌推出个人写真集，哦，说他的身材很壮，现在。不输新北消防猛男，哦，他最近瘦很多，瘦很多，我看他六块肌都出来了，胸肌6块肌都出来了，他真的很注意啊，因为他到我那边，我们中午吃便当哈，他饭一口都没吃，哈，哇，这个表示他多么重视他这个身材哈。那另外呢，网络也质疑他啊，健身怎么会有这种效果呢？他说，民进党的侧翼酸言酸语不必用在心上啊，噗嗤一声。笑笑就可以了。我们看看旁边的新北市长侯友宜和副市长刘和然跳得这么卖力，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听到哪首歌曲也是唱得很起劲。黄国昌现身新北市升旗，但和也有意角逐新北市长的刘和然没太多交集，反而是侯友宜上台后照顺序手握一轮过去。祝福大家新年快乐。那我相信新北一定也会变得越来越好。只要是新北市民后世希望到新北市来参与元旦升旗，我们都非常的欢迎。2026新北市长这局，黄国昌曾说希望1月底蓝白2个政党能整合出共同政见，但国民党人选仍悬而未决。一些节奏的配速也不一样，所以每个政党有自己的主体性，那自己这个政党的节奏该怎么走？不要被别人的节奏来打乱。所以，如果以我的角度，我还是觉得按照自己的节奏，尤其是市政推动的节奏。党内还有台北市副市长李四川是热门人选，都说尊重党的机制，但黄国昌可先是办造势，又是发布健身有成影片，强调继续练，却遭网友质疑是靠药物和医美。民进党那些侧翼的酸言酸语，大家都根本不要放在心上，置之一笑就好了。比较重要的是，大家多运动。没想多回，在新北迎接2026第一天，又离选举更近了些。我觉得国昌他其实从去年进到立法院之后，其实他都还蛮规律的，就是有准备在这个运动这件事情上面。就像刚刚赵大哥讲，其实他平常跟我们如果有用餐，他真的是淀粉类是完全不碰，而且是非常有毅力的在运动。我想是除了毅力之外，当然就是为了健康啦，因为他的工作真的非常的忙，就是除了立法院之外，还有我们主席的工作，所以我觉得运动可以让他保持一个比较就是精神好的一个状态。那我觉得在这个有关蓝白整合的部分啊，我知道现在最新的进度应该是有2个部分啦，哈，一个是针对这个智库对智库的部分，确实会提出一个共同的一个政见这样子。那至于就是说接下来的一个人选的部分，我想两边都有一定的一个步骤。好，先不谈新北，那宜兰会怎样啊？宜兰一样的步骤，都是一样的步骤。你们现在进度到什么地步？都是蓝军会先推出一个人选，然后再跟我们来做对。来，秉佑。
黄国昌当然很努力啦，其实在新北市的活动参加很多哈。不过我们讨论比较多，还是在这个写真集的方面，他到底想要吸引哪一个客群？其实我们有点不解哈。因为其实我觉得不管有没有用药，其实在这段时间，其实大家对于就是身体健康维持一个好的体态，那其实对很多政治人物来说都是一个必要的一个过程哈。我觉得去讨论你有没有用到这个，我觉得不重要。关键是他讲的一个重点就是，你说共同政见，我其实也很好奇这共同政见到底是什么。因为其实到现在为止，所有的这个县市长候选人好像还在讨论人选的时候，没有人在谈政见，他就先抛出政见来，他是想要说，利用这个东西去为他整个政治生命做一个延续。我觉得是一个蛮值得观察的重点，因为他在新北市，我听到很多人不同的说法啦，其实就是在讲说，他到底会不会选新北市长，到底选真的选假的，光是这一点大家就辩论不休了哈。但是所以我说这个我们没办法去预测，可是我很希望看到就是，他真的提出来的政见到底能够让我们有什么耳目一新的地方。洪伟，我觉得任何一个人很认真、持续的在健身，我都非常佩服，因为我没有这种这个毅力。那黄国昌其实很早就已经宣布他要参选，而且他都挂看板。那他现在所有的动作都是往这个要参选新北市长的这个反正他就是直接表态。那我觉得现在是我们自己本身就如同不管是宜兰或新北都是如此。那我还是一句老话，我觉得时间已经有点紧迫了。因为我们在有一些县市，他必须先我们自己本身的候选人必须产生一组候选人，然后再去跟民众党来做协调，所以他那个时间就不能拖得太晚哈。那比如说我真的觉得，比如说像明年应该是今年1月底，因为2月份就农历年了嘛哈，或者你在农历年之前至少要把我们的人选确定。那我要讲一下就说最近我听到一些有关我们的人选的问题，比如说，说要不要直接征召川北或怎么之类。那但是我听到那个新北的团队可能就有一些意见说，为什么不要初选什么等之类。那我的建议是，我们其实党中央很多，因为我们现在都是现任的县市长他们都有一定的这个 power， 他们的能量。也还是要尊重侯友宜啦，就如同我们现在新竹县，我们现在国民党不新竹县本来有3组人嘛，后来林思明他说他退出，现在还有2组人嘛，就说要交给杨文科去做协调，所以我觉得某一个程度交给老市长或老县长，就听他们的意见，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解决的方式啊。我觉得黄国昌当然了，他这个写真集引起非常多的讨论他可能会是台湾这个政治政党史上第一个出写真集的党主席这个有点走这个政治偶像路线。不过幸好，我觉得对黄国昌来说，因为他还算是有点内在啦，我觉得他提出相当多的一些政见啦，这个法案等等，所以大家不会觉得他只是一个纯粹的花瓶啦否则的话呢，如果只是一个猛男的话，当然我觉得就要看看到底谁会买他的单那不论如何，我觉得这个对于新北来说的话呢，黄国昌够努力。那对于国民党来说的话呢，其实我觉得那个程序是要走的啦。这个程序就是说，就算说一般看民调好像川博是赢过刘和然的，但总是程序当中要大家知道那个结果之后才好方便征召不征召嘛。如果你把我当成花瓶，我也很高兴这样。来，这样。我那会让我想到当年一直在穿短裤跑步的马英九。我觉得任何一个减肥成功的男人，我都很害怕，我都会觉得一个男人可以跟自己的脂肪对抗的时候呢，我都不相信他